在我拿到这台外星人 X14之后呢，我脑海中浮现了3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玩意儿是怎么做到这么薄的？那然后我才意识到一个3060机器是如何卖到2万块钱的，以及这样一个薄到极致、贵到极致的机器，到底是卖给哪些人的呢？没错继雷蛇和 ROG 这2个品牌之后外星人在今年也是加入了14寸小钢炮市场。配置方面，搭载12代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搭配一块 RTX 3060显卡。存储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16G 加 1T 的可以便宜一点，大概是17000块钱。但是如果你觉得板载16G 实在不够，想直接拉满的话，那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配置和价格了。其实，在很多平台，这个机器会更便宜2000块钱左右。但是很显然，我相信大部分人差的也不是这2000块钱。在外观上咱们刚才也说过了，我刚拿到手的第一印象没别的，就是薄。咱们就不说游戏本就算是轻薄本，绝大多数也是没有它薄的。而且很多轻薄本标注着14.9、15.9、16.9，其实都是最薄处。那最厚处一般都要厚出个3到5毫米左右吧。但是 X14 它的前后厚度都是只有离谱的14.5毫米。虽然厚度确实很薄，但它其实是要比一般的14寸机器宽很多的。那具体有多宽呢？你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样有大屁股设计的拯救者，甚至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橡皮泥然后硬生生压扁之后的那种感觉呢？整体机器依然是延续了一贯的黑白撞色的设计，加上 A 面右下角这个14字样，低调但又不失逼格。为了质感上的差异化和高级感，所以 X14采用的是外部 AED 涂层，加上内部黑色部分类肤质涂层的组合，整机也都是铝合金材质。C 面的类肤质材质舒服是舒服不过键盘有点太靠下了，掌头有点小，有时候并不能给到手掌特别好的支撑。你们平时逛商场的时候，如果没事儿的话，其实是可以去这个外星人的线下门店体验一下的你应该就能感觉到这台机器独一无二的质感了。尤其是在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厚度真的多少有点不真实了。那总之，对于我这种经常接触各种笔记本的发烧友来说 ，X14 给我的第一印象真的特别好，包括这个包装盒在内即使它让我想到了一些不好的回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 RGB 虽然有些厂商在外观细节上是有借鉴外星人的嫌疑的。但是要论对于灯光的品味到目前为止我还真就只服雷蛇和外星人这2家。预设的这个低饱和度显影灯跟白色的 A 面也非常搭。但是在过了这3分钟热度之后呢 ，X14 在外观上的一些缺点也逐渐浮出了水面。比如说它并没有自家15和17寸产品的尾部环形氛围灯，对于游戏玩家来说，这不知道又损失了多少性能。另外一台游戏本采用16:9的屏幕比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只有 1080P 144赫兹的规格，对于一台2万块的本子，属实是低了。那毕竟对于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来说，绝大多数人的心态一定是我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没有。我觉得下一代 X14 如果还出的话，那最好是240赫兹或者是2K 屏，才有可能满足这个价位的用户。不过好在这个屏幕在其他参数方面还算是比较不错，包括400多尼特的亮度以及比较精准的色彩，接近100%的 sRGB， 平均色差也控制在了比较优秀的 0.7 左右。那我们来到键盘部分虽然同样也有 RGB 灯，但是并不是分区背光或者是单键 RGB。真的有点可惜而且受限于厚度X14的键程也是比较短的，手感也比较肉。不过它的键盘排布在14寸机里边算是比较好的，有全尺寸的方向键，而且也把音量加减这些放在了最右边这一排。只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把 Page Up 还有 Delete 这些键放在这块的话，可能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会更好些吧。测试2排扬声器，音质方面真的不错，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吧。由于厚度限制 ，X14 左右2侧是没有接口的，而是全部被移在了后边。你可千万别嫌弃这个接口数量在这个厚度的机器里边 ，EA 加上3C 已经是极限了。那最左侧这个雷电口是用来供电的，而且也是外星人这边的第一款130瓦的 Type-C 适配器，三角插头也可以很好的防止静电。那不过在看到这个130瓦的适配器之后，我也能预见这个机器在性能释放上应该不是特别激进。那它的整体重量是1.79公斤，在14寸的性能本里边并不突出。那在外观的最后呢，其实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个机器独特的转轴设计。很多人会奇怪这么厚的屁股里面到底都装了什么呢？那我们拆开机器之后，可以看到在你打开屏幕的时候，屏轴的位置其实并不是
固定的，而是会向前平移一些。什么是工业设计啊？这就是工业设计。相比于立轴或者是下沉式的转轴设计，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为了机器的厚度。除此以外啊，大屁股的设计也能让散热模组和主板整体上移一些，很多游戏本也是这么做的。那对于这种主打薄的机器来说，正好可以解决最薄弱的隔热问题。那我们实测下来，即使是在双烤的极限负载下，外星人 X14的表面温度也不过45度，键盘上面这个部分倒是挺热的啊。不过这也不影响咱们日常使用，毕竟谁会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呢？噪音的话，就是这类笔记本的正常噪音了，50分贝。只不过这个声音有点尖锐，所以说在听感上会比一般的50分贝的机器要更吵些。跟豪华且独特的外观设计相反，外星人 X14在性能上不出意外的让性能党失望了。那这点其实我在拿到机器的时候是可以想到的啊，毕竟这么薄机身，还要兼顾键盘温度啊，更何况适配器也就只是一个130瓦的，所以 CPU 和 GPU 的功耗加起来也就只是95瓦左右的水平。先看 CPU 这一块啊，55瓦的 i7-1270H 自然是没法发挥出这块 CPU 的全部实力。而只有75瓦的 RTX 3060大概是7500分左右的水准。那不过还是那句话，再拉的3060肯定是要比3050 Ti 要强的。其实最近几年，不管是全能本还是轻薄游戏本，以及这个所谓的创意设计本，都是这么玩的，也就是在轻薄本或者是接近轻薄本的机身里边塞进游戏本的配置啊，但是功耗会稍微低一些。这些机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面对很多负载比较高的场景下，确实会和同配置的满血游戏本拉开差距。最典型的场景就是游戏啊，尤其是大型的3A 单机游戏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和满血的3060确实有不小差距。那再比如，几乎让 CPU 部分一直处于满载状态下的 SimLib 解压测试里边 ，X14 的差距和刚才也是一样的。那不过啊，在一些中等负载和低负载的场景下，那虽然它只有95瓦的总功耗，但是它和满血机器的差距就没有刚才那么大了。比如在 Adobe 三件套里边，就很难出现咱们玩大型游戏的时候那种显卡负载一直在100%的场景了。再比如代表日常办公的 PC Mark 10，功耗的差距就更难体现出来了。而在一些负载比较低的网游里边，差距也是如此。不过说实话，这么高的帧数给一个240赫兹屏幕该有多好，对吧？其实通过观察 GPU 和 CPU 的定功耗曲线，你就能发现啊，笔记本电脑这种产品的边际效应还是很明显的。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啊，3060这张卡在今年它的这个满血功耗提高了10瓦，但是它的性能其实是几乎没有提升的。每一个芯片往往都有一个甜点功耗啊，你再往上加，尤其是特别高功耗的时候，每1瓦功耗能带来的性能提升也就越来越不明显了。而包括 X14 在内的很多机器，其实都是在性能和轻便性之间寻求平衡的产物。那所以啊，我一般会用轻薄性能本这5个字来概括这些机器。而落实到 X14 这台机器到底是全能本还是轻薄游戏本呢？我觉得就见仁见智了。那对于我个人而言，16:9屏幕加上独特的外观设计，那我个人觉得归为轻薄游戏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那最后我们再来拆机看一下，果然还是主板倒装的设计啊。那可以看到 X14 依然是一个双风扇4热管的组合，而且当你侧过来看热管和鳍片，你就能感觉到X14 是真的为了一个薄字儿妥协了太多了。那受限于体积，内存自然是板载的啊，同样受限于体积，硬盘就只有一个插槽了，1T 的 SM810读写都非常爆炸。但是 X14 什么都妥协了，就是没有妥协电池。那众所周知，这一代英特尔的续航确实一般啊，但是80瓦时的大电池配合这块1080p 的屏幕，那最终我们测试出来的续航是我们目前12代酷睿产品里边最好的一个，甚至好于所有轻薄本。那 OK， 这期视频呢，我们对于这样一款独特的产品，自然也是以一个独特的评测方式去展现了。那我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跟大家呈现外观，尤其是这个转轴部分的设计。而对于一台轻薄性能本最重要的性能，我反而没有说太多。那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对于绝大多数包括我在内家境贫寒的看客而言，只需要对于这台机器的性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即可，图一乐就好了。而对于这个机器的目标用户，我觉得他们80%在自己家里边应该也有一个高性能的台式机，笔记本的性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他们更需要的也是一台在体积上和性能上取得平衡的外形产品譬如某些内容创作者和上班一族。而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则是这个机器在设计上到底有哪些亮点还有它到底为了薄做出了哪些努力说人话就是它到底贵在哪里。而对于想买它的人来说，除了这个 logo， 还有内威尔一贯以来的贵式售后服务以外，更在乎的恰恰就是它的金玉其外。这期视频只有优缺点，没有推荐人群因为适合它的那部分人在打开视频之前，应该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如果你是想着在看完视频之后再做决定，
那大概率你就不是它的这个目标用户了。那这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了。